RTS 已经不是一条简单的跨境新轨道，它改变的不只是通勤速度，也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长期高依赖、高摩擦的连接方式。5G 插卡站采用连贯衔接的建筑设计，形成两手紧握的形态，这其实是在公开释放合作信号。两边正在把过去依赖汽车、巴士、排队和临时波动维持的跨境往来，转成更稳定、更日常，也更容易被市场计算的连接。这期就拆解一个车站的外形和功能安排，已经显示出马新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RTS 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节省时间和重塑马新关系这两件事上。5级插卡站采用连接感很强的造型，并不是单纯追求视觉效果。跨境基础设施的外形本身就是一种政策表达。大型项目，尤其是跨境项目，从来不只是功能设施，它同时承担政治沟通和市场沟通的作用。这个设计向本地民众传递合作是正面的，值得投入信任的信息，向企业和投资者传递两边政府愿意深化连接，而且不是短期动作的信息，也向外部市场传递区域内供应链、人才流动和消费流动正在被重新组织的信息。之所以需要这么明确的象征，是因为马新关系一直都很复杂，两边长期互相需要，也长期互相提防。马新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高互赖、高敏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能够推进、落地，并且以高规格呈现的跨境项目，本身就在传递一个明确判断：现阶段双方都把合作收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个设计的关键不在浪漫感，而在于它服务于合作稳定性的表达。它把边界从需要持续防守的分隔线重新定义成可以组织流动的接口。设计本身并不等于现实，真正决定项目效果的仍然是通关流程、接驳效率、票价吸引力和周边规划。这个车站设计表达的是合作承诺，真正决定承诺能否持续兑现的仍然是制度执行。很多人谈 RTS， 第一反应都是快，速度当然重要，更核心的变化在于它把原本难以预测的跨境过程压进一个更稳定的系统里。道路型跨境长期存在大量变量，包括车流高峰、周末购物潮、学校假期、公共假期、天气、事故和临时管制。这些因素叠加之后，巴士、私家车、摩托车和步行人流互相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受阻，后面都会出现连锁反应。过去很多跨境通勤族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时间不可控，通勤者很难准确判断当天需要多少时间，因此只能不断预留冗余。原本不算远的上班路程，常常要提前2-3个小时出门，因为一次延误就足以打乱整天安排。RTS 的意义就在这里，轨道系统的优势核心在于节奏可控、班次固定、运量可估、站点清晰、乘客路径标准化，边检也更容易整合。对普通人来说，这种稳定性比单次节省几分钟更有价值。时间一旦可预测，生活安排就会随之改变。通勤者可以更稳定地安排出门时间，接送孩子和固定时段的工作，也更容易把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开考虑。过去很多人没有把跨境生活作为长期安排，原因就在于通关系统长期缺乏稳定性。对企业来说，影响同样直接，消费模式也会随之调整。RTS 最深层的影响不在于快，而在于可计算。时间一旦可计算，市场就会重新给工资、房租、商铺、地段和人流定价。原本模糊的机会会变得具体，原本依赖经验和运气的决定也会逐步转成可以规划的选择。先看现实，马新之间从来都不是普通邻国关系，两边经济长期互补，而且互相牵动。新加坡有资本、岗位、金融和高附加值服务，但土地有限，生活成本高，很多功能都要向外延伸。
柔佛则具有人口、土地以及承接制造和居住的空间，也更适合吸纳零售、仓储、物流和周末型消费。问题长期集中在过关环节，长堤和第二通道把两地连在一起，也把摩擦放大。对普通人来说，主要挑战不是距离，而是时间不确定。固定通勤40分钟是可以安排的，今天1小时，明天3小时，节假日进一步失控，就会直接影响生活秩序。对跨境上班的人来说，这种波动会压缩睡眠，打乱家庭安排，也让工作稳定性下降。对商家来说，客流不稳定，物流成本上升，招聘难度也会提高。新加坡家庭周末北上消费也是同样逻辑。很多人在出发前都会先计算节省下来的消费成本是否足以覆盖时间和不确定性。RTS 一出现，市场就立刻产生强烈关注，因为它不是凭空制造需求，而是把原本已经存在只是长期受阻的需求重新释放出来。也正因为这样，当官方愿意把车站做成带有明显合作象征的样子，这通常说明项目已经不只是工程本身，同时也是对外传递合作稳定性的载体。住在新加坡或柔佛的人，长期面对的核心问题一直都是时间不可控。这样的经验在跨境生活里非常普遍。RTS 通车之后，收益和压力都不会平均分布。任何大型交通节点出现，最先变化的通常都是地段价值。人流一旦稳定，商业就会重排。最先吃到红利的通常是靠近站点，接驳顺畅，步行可达，而且能够承接高频短停留消费的区域。早餐店、咖啡、便利零售、药房、诊所、简餐、美容护理、手机维修、短租住宿和最后1公里接驳都属于现实受益板块。原因很直接，跨境客流并不追求每次都长时间停留，重点在快、稳、方便。只要人流形成规律，商家就能更准确地安排营业时间、产品组合和库存。再往上一层就是地产，并不是所有房产都会同步上涨，但那些通勤友好、靠近节点、适合新加坡收入与柔佛生活成本组合的产品，已经被市场重点关注。对一部分在新加坡工作、在柔佛居住的人来说， RTS 会提高这种生活模式的吸引力，压力主要落在租金和生活成本上。原本服务本地居民的核心区，在承接更多跨境客流之后，价格会被重新抬高。原本较亲民的地段也会逐步转向支付能力更高的人群。旧商业区和缺乏差异化的小商家同样会感受到压力。经营高度同质化的店面，在节点成熟之后，面对的不是自然增长，而是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人流一稳定，大品牌、连锁店和资本更强的经营者通常会更快进入。还有一些依赖道路堵塞、信息不透明和临时接驳获利的旧模式，生存空间也会被压缩。站点本身只是起点，持续商业价值仍然取决于配套。对本地居民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波跨境机会提升收入，以及如何提前应对生活成本上升。RTS 不是平均分配红利的礼物，它是一套重新分配机会的系统。更早看懂变化的人会更早占据位置，反应较慢的人通常先感受到的是成本上升。所以 RTS 最值得关注的从来不只是几时通车，也不只是车站外形有多强的传播效果，真正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把一项象征性很强的合作工程转成普通人每天都感受得到的稳定连接。看懂这一点，就不会把它只当成一条交通新闻，而会把它当成观察马新关系变化的具体窗口。它呈现出来的是马新关系究竟在升级，还是只是把合作表达得更完整。 RTS 通车之后，新山和新加坡的生活地图都会被重新改写。值得持续追踪的重点包括通勤时间、楼市变化、消费迁移、
以及两国关系本身。接下来，频道会继续追踪 RTS、柔佛发展以及马新之间那些表面平静，实际非常关键的变化。